如果你错过了从60块涨到340块的 VRT， 千万别拍大腿。今天我要讲的这家公司正在复制一模一样的暴涨逻辑，而且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彻底搞懂 AI 行业最被低估的底层瓶颈，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芯片巨头最后都要向电力低头。你还会看到一家传统油服公司如何完成史诗级的转身，以及它背后隐藏的几乎没有人发现的估值重塑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帮你避开大多数投资者都会犯的一个致命错误，只看表面的热门赛道，却忽略了真正掌握命脉的隐形赢家。现在整个投资圈为了这件事儿已经吵翻了天，至今没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结论。有人坚定认为 AI 的命门永远是芯片，没有英伟达的 GPU， 所有的算力扩张都是空谈，电力问题迟早能通过技术和基建解决。也有人直接反驳说，芯片只是表面的热闹，电力才是真正掐住 AI 脖子的那只手。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，再先进的芯片也只是一堆不能开机的废铁，你站哪一边？直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，我看看支持哪一方的人更多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所有的 AI 公司都在疯狂扩产能？英伟达的财报一个比一个好看， OpenAI 的模型一代比一代强，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争先恐后的建数据中心。所有人都在说 AI 的未来一片光明，算力就是生产力。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？我们能造出每秒运算1000万亿次的芯片，却造不出能及时给这些芯片供电的电网。你想想，一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需要多少电？一个标准的 AI 数据中心每兆瓦的功率只能支持大约1000张 H100 显卡，而现在一个普通的大型数据中心动不动就是几百兆瓦的规模。这还只是现在，未来随着 GPT-5、GPT-6 的推出，算力需求只会呈指数级增长。但问题来了，公用电网根本跟不上这个速度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不就是拉几根电线建几个变电站吗？有什么难的？难的不是技术，是时间和审批。在美国，新建一个变电站平均需要7到10年的时间，光是各种审批流程就要走5年以上。变压器的生产周期现在已经排到了2028年，你有钱都买不到。而 AI 公司的扩张速度是按季度算的，他们根本等不了10年。这就像你开了一家网红餐厅，每天有1万个人排队来吃饭，但你只有一个外卖员，而且这个外卖员还得提前半年预约。你说你的餐厅生意再好，又能怎么样？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已经开始意识到电力才是 AI 时代最硬核的资产，那就点个赞收藏一下。后面我会拆解这家公司最核心的护城河，以及它到底能涨到多少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那我们建更多的发电厂不就行了？建发电厂更慢。一个核电站需要10到15年才能建成，一个天然气发电厂也需要3到5年，而且还要考虑环保、选址、居民反对等等各种问题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几个月之内就给数据中心供上电？有，而且是目前唯一的办法，那就是分布式能源。说白了，就是不在公用电网上死磕，直接在数据中心旁边建自己的发电站，用天然气发电机加上储能系统，组成一个独立的微电网。这样一来，不需要等电网升级，不需要等变电站审批，只要设备到位，几个月就能通电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临时解决方案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临时的，这会是未来10年 AI 算力扩张的主流模式。因为公用电网的升级速度永远也追不上 AI 算力的增长速度，至少在未来5到10年，分布式能源都会是 AI 数据中心的刚需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谁能提供这种分布式能源服务？你可能会想到那些传统的电力公司或者新能源公司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他们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数据中心需要的不是普通的电力，是移动、稳定、高负荷的电力，而且要能快速部署、快速交付。传统电力公司擅长的是建大型发电厂、接大电网，他们根本没有快速部署小型分布式电站的能力。新能源公司呢，太阳能和风能都是间歇性的，不稳定，根本满足不了数据中心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需求。那谁有这种能力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，是那些在油田里搞了几十年能源服务的公司。你想想，油田需要的是什么？也是移动、稳定、高负荷的电力。而且油田往往在偏远地区根本没有公用电网，所以油服公司早就练就了一身本事，能在任何地方快速搭建起一套独立的供电系统，24小时不间断运行，能承受极端的环境和高负荷的需求，这简直就是为 AI 数据中心量身定做的能力。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家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它就是 Perpetual。
股票代码 Pump。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，没关系，在几个月之前，华尔街也几乎没有人关注它，因为它一直是一家传统的油服公司，靠给石油公司提供压裂服务赚钱。油服公司是什么样的？典型的周期股，油价涨的时候业绩好，股价涨；油价跌的时候业绩差，股价跌，估值永远上不去。PE 常年在5到8倍之间徘徊，没有人会把它和高大上的 AI 联系在一起。但就是这样一家看起来很土的油服公司，正在悄悄完成一次史诗级的转身。它要从一家靠油价吃饭的周期股，变成一家靠 AI 算力吃饭的成长股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可能吗？一家搞石油的公司，怎么突然就和 AI 扯上关系了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其实一点都不突然。Pump 的管理层早就看到了油服行业的天花板，也早就看到了 AI 电力的巨大机会。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悄悄布局，终于在最近拿出了一份震惊市场的战略协议。而这份协议的另一方就是卡特彼勒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AT。 卡特彼勒是谁？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和柴油发电机制造商，没有之一。现在全球的天然气发电机市场，卡特彼勒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现在卡特彼勒的发电机产能已经全部被订满了，订单排到了2027年以后。在现在这个电力设备全面短缺的市场里，谁能拿到卡特彼勒的产能，谁就能拿到未来的收入。而 Pump 直接和卡特彼勒签了一份独家战略协议。很多人把这个协议当成了一个普通的采购合同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根本不是订单，这是一张 AI 电力时代的入场券。这份协议到底有多牛？我给你拆解一下。首先是规模 ，Pump 和卡特彼勒约定，在未来几年内，卡特彼勒将向 Pump 提供总计 2.6GW 的天然气发电机和配套设备。2.6GW 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2.5座标准核电站的装机容量，足够给超过200万户家庭供电1年。这是目前整个行业里最大的一笔分布式能源设备订单，没有之一。其次是交付，卡特彼勒承诺将优先保证 Pump 的设备交付，也就是说，在所有人都在排队等发电机的时候， Pump 可以直接插队拿货。这在现在这个产能紧张的市场里，简直就是核武器级别的优势。最后是锁定，这份协议是独家的，卡特彼勒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再和任何其他公司签订类似规模的协议。这意味着 Pump 直接垄断了卡特彼勒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发电机产能。你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几年，所有需要快速建数据中心的 AI 公司想要用卡特彼勒的发电机，就只能找 Pump， 因为别人根本拿不到货。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，不是技术，不是专利，是产能，是别人有钱都买不到的交付能力。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，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的技术有多先进，模型有多厉害，但没有人真正关心支撑这一切的基础设施到底掌握在谁手里。当所有的 AI 公司都在为了抢芯片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 Pump 已经悄悄掌握了 AI 时代最稀缺的资源——电力交付能力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 Pump 的成本优势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比不了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搞油服的，它有现成的团队、现成的技术、现成的施工能力，它不需要从零开始组建团队，不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怎么搭建供电系统，它只需要把原来在油田里用的那套技术稍微改造一下，就能直接用到数据中心上。这就好比一个本来就会盖房子的人，现在只是换了个地方盖房子而已，而那些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还要从头学怎么打地基、怎么砌墙。你说谁的速度更快，谁的成本更低？现在 Pump 已经拿到了第一个订单，他和一家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了一份 2.1GW 的供电合同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订单接踵而至。那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，这笔生意到底能给 Pump 带来多少收入？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，每 GW 的分布式能源项目每年大约能带来1.5亿到2亿美元的收入。2.6GW 的全部产能落地之后， Pump 每年仅 AI 供电业务就能带来4亿到5亿美元的收入，这还只是现在的价格。随着电力短缺越来越严重，未来的电价只会越来越高，收入只会越来越多。而 Pump 现在的总市值是多少？只有22亿美元。你想想，一家每年能赚4到5亿美元，而且未来增长确定性极高的公司，市值只有22亿美元，这合理吗？当然不合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市场还是把 Pump 当成一家油服公司来估值，油服公司的 PE 只有5到8倍，但如果它成功转型为 AI 基建公司，估值应该是多少？我们看看 VRT 就知道了。 VRT 是做数据中心冷却和电源管理的，和 Pump 的业务非常相似，都是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。
VRT 现在的 PE 是多少？25倍。如果 Pump 按照20倍的 PE 来估值，它的市值至少应该是80亿到10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的22亿美元算起，至少还有3到4倍的上涨空间。这还不算它未来业务增长带来的利润提升。如果未来它的 AI 供电业务继续扩张，产能继续增加，它的市值很可能会突破150亿美元，甚至200亿美元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戴维斯双击。利润增长加上估值倍数增长，两者相乘带来的就是股价的倍数级上涨。当年的 VRT 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从一家没人关注的工业公司变成了 AI 基建的龙头，股价在2年内涨了5倍多。而现在的 Pump 正站在和当年的 VRT 一模一样的起点上。但你先别急着冲进去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 Pump 也不例外。我必须把所有的风险都给你讲清楚，你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。首先，第一个风险是资本支出压力。分布式能源项目是重资产项目，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。Pump 要采购发电机，要建设电站，要投入大量的资金。如果它的现金流跟不上，或者融资成本太高，就会影响项目的进度。第二个风险是订单落地的时间。虽然 Pump 已经拿到了卡特彼勒的产能，但最终的收入还是要靠和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的订单。如果订单落地的时间比预期晚，或者订单规模比预期小，就会影响它的业绩。第三个风险是执行难度。从油服公司转型为 AI 供电服务商，虽然技术上有相通之处，但毕竟是2个不同的行业。Pump 的管理层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次转型，能不能把业务做好，还有待观察。第四个风险是行业竞争。虽然现在 Pump 有卡特彼勒的产能优势，但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公司进入这个行业。如果竞争加剧，就会导致价格下降，利润变薄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，你必须要考虑到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在投资里没有100%确定的机会，所有的高回报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，关键是看风险和收益的比例。对于 Pump 来说，现在的风险收益比是非常高的，即使它的转型只成功了一半，它的股价也至少能翻倍。如果转型成功，就是3到4倍甚至更高的回报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逻辑已经开始被市场认可了。Pump 的股价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涨了1倍多，但和它的潜在价值相比，现在仍然处于非常低的位置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股价已经涨了1倍，是不是已经晚了？一点都不晚。当年的 VRT 涨了1倍之后，又涨了4倍。现在的 Pump 才刚刚开始它的估值重塑之路。市场对一家公司的认知改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。一开始只有少数人看到了机会，然后慢慢有更多的人看到，最后所有人都看到的时候，股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。现在 Pump 就处于第一个阶段，只有少数机构和专业投资者看到了它的价值，大多数散户还不知道这家公司，还把它当成一家普通的油服公司。这就是你的机会。等再过几个月，当它的 AI 业务开始贡献收入，当华尔街的分析师开始纷纷上调它的目标价，当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开始报道它的时候，你再想上车就已经晚了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追热点，喜欢买那些每天都上新闻的热门股票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真正能让你赚大钱的，往往是那些还没有被大众发现的隐形赢家。当年的淘金热，最富的不是淘金者，而是卖牛仔裤和铲子的人。今天的 AI 革命也是一样，所有人都在盯着英伟达，盯着 OpenAI， 盯着那些造风口的公司，但没有人注意到那些给风口卖水的人正在悄悄赚走最多的钱。算力是黄金，电力是水源。当所有人都在疯狂淘金的时候，那个卖水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而 Pump 就是那个在 AI 时代卖水的人。他没有英伟达那么耀眼的技术，没有 OpenAI 那么高的知名度，他只是一家踏踏实实做基础设施的公司。但恰恰是这种公司才是 AI 时代最硬核的资产。因为不管 AI 的技术怎么发展，不管模型怎么迭代，它都需要电。没有电，再先进的芯片，再厉害的模型，都是一堆废铁。这就是 AI 行业最底层的逻辑，也是最容易被所有人忽略的逻辑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挖底层逻辑，寻找隐形赢家的内容，那就订阅我的频道。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更多被市场低估的投资机会，带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。最后必须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，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，理性判断，谨慎决策。